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的頭條焦點先來關心，美軍又偷襲伊朗了，這一回呢還威脅會炸毀阿曼，讓中東的盟友現在對美國可以說是集體的心寒吶。革命衛隊在此刻也放話要打造侵略者的墳場，同時革命衛隊祭出了最新的報復性動作。等一下這些議題我們會在節目上一起來做關心。先歡迎到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看到之後先按讚，並且呢在留言區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可以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來個別針對觀眾朋友如果特別留言的話來做回復。看到熱推薦也請記得幫我們按下熱推。今天在美伊上面的戰事，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到，因為呢有了一個最新的進度，中東火藥庫難道再次的被美國給點燃了嗎？我們知道啊，美軍日前才說呢，他針對於伊朗南部實施的這一次的最新打擊，他說這個叫做一個自衛性的打擊，強調說我們雖然做了打擊，但是美伊停火暫停的停火還是有效的，目標還是持續的鎖定靠近荷姆茲海峽周邊的軍事設施。但今天早上我們看到伊朗方面有了最新消息傳出來，革命衛隊稱，為了報復阿巴斯港機場附近的襲擊的事件，已經正式的對美國的空軍基地發動了打擊。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除了針對美軍基地之外，同時伊朗也說了，現在更向4艘試圖穿越荷姆茲海峽的船只正式的開火了。兩大動作是在今天早上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好，另外在美軍在這個行動不久之後，除了剛剛的2項的這個軍事打擊之外，我們來看到的是，在伊朗的南部的地區，南部的戰略港市，這個是阿布斯港，又接連傳出了多起的爆炸聲響，而且至少有3到4次的爆炸聲響。防空系統一度是啟動，目擊者說他有聽到戰機在空中當時飛行的非常的大聲，而且呢還疑似有聽到地對空飛彈發射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聲音。而革命衛隊其實他們的領袖非常的火大，高層也直接對美國喊話了，他說接下來從查巴哈一直到馬夏這些被美國攻擊的地方，都會接下來成為侵略者的墳場。這話說得非常的重。那事實上，美國官員才證實的，美國在昨天晚上再次的對伊朗發動了這一起攻擊，已經讓國際油價因此反彈了3%以上。而在中東國家，包括了這個科威特的軍方，也趕緊來啟動應變了。因應的就是敵對的飛彈跟無人機在這個地區所造成的威脅。那麼他們說已經啟動了防空系統，防的就是飛彈還有無人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厲將軍怎麼看了現在伊朗的各種動作，不管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對於海峽再次的開火，還有公開威脅港口城市全面的軍事化，代表伊朗會進入另外一個升級的打擊模式的意思嗎？那厲將軍怎麼看？美伊雙方雖然說現在正在舉行所謂和平的會談，也雙方也開出了很多彼此互相這個條件也開出來，但是軍事方面來講的話，我們現在看到美伊雙方卻是零星的交火不斷。那事實上，這個在這次打擊之前，大概在前天，美軍已經對伊朗的海邊實施第一次的打擊。那次美國自己宣稱是做一種這個防禦性的攻擊哈，這個軍事上面好像沒有這種詞語，你是防禦還是攻擊了，對不對？那按照美國日面上面的解釋，他是發現說是伊朗的部隊哈，這個無人機已經準備發射出去了，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他認為說伊朗會對他基地發動攻擊，所以他先發制人，對這些無人機實施攻擊。但是在這過程之中哈，他自己被擊落了一架MQ-9的無人機，所以如果說是就金額來講的話，我覺得美軍損失會比伊朗要大。伊朗大概損失了幾架無人機啊，好像4架無人機吧。然後但是美軍自己損失的是一輛MQ-9，但是沒想到在這個昨天的時候又發生第2次類似這種情形哦，這個美軍又對阿巴斯港實施攻擊，但這次來講，伊朗在剛剛最新的訊息來講，立刻實施報復。那之前它是屬於防衛性的一個動作，但是這次他又主動攻擊，他又用無人機這個攻擊美國在科威特的基地空軍基地。那這次美軍用愛國者
導彈來做攔截。那從價格來看的話，這個美國這次又吃虧了。你愛國者去攔截這幾架的無人機，那是不是很明顯的又吃虧？可是你不攔截又被打到。對，所以我覺得美伊雙方，當然高層來講的話，政治層面方面，雙方雖然說現在進入一種談判的程序了，可是就軍事上面來講的話，雙方是完全沒有彼此互相信任的基礎。只要對方稍微有一點動作他就會這個立刻繃緊神經，甚至於草木皆兵立刻這個立刻用軍事動作不管是實施攻擊或者反擊或者是防禦。所以從這幾次的攻擊看出來，美伊雙方在軍事上面是完全沒有信心，那你也不相信我不會攻擊你，我也不相信你不会打我，所以軍事上面交火不斷。可是我認為說是這個，如果說持續交火不斷的話，那當然這個戰火如果說一不小心這個擦槍走火，這個野火燎原的話，那軍事的動作會更大。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美軍來講，它的這種2艘的航母戰鬥群原來以前在這邊的林肯號航母戰鬥群，還有迪里波里號的2棲攻擊艦，最近聽說又要去1艘這個布希號航母戰鬥群，有5萬個美軍的大軍駐守在這個地方，包括海空軍。但是這種狀況之下，美軍是很難撤軍的，你部隊就撤不了，離不開。那這個當然伊朗這時候有地理之優勢，他特別講說用查巴哈到馬夏這個地方，會成為侵略者的墳場。查巴哈跟馬夏在什麼地方？它是在伊朗的這種南部也就是這個荷姆茲海峽南邊的海岸的2個城市，一個是在伊朗的最東端，一個在西端。也就是說，它沿着海岸線這一線來講的話，它會在這邊構築它的防禦陣地。當然，這些防禦的工事，我相信包括到地面的防禦工事包括到海空的防禦工事。那我們看到這次這個 MQ-9死神無人機又墜毀1架，之前就已經這個被伊朗擊毀24架，那這一架來講應該是第25架無人機被擊毀。那我們不禁要懷疑，以伊朗來講的話，它現在可以說是毫無空軍的力量，因為它幾乎沒有空軍的戰力戰機幾乎有啦，但是都是老舊型的空軍包括到這個 F4U04 戰機 F15那種這個 F14 的這種老舊型的熊貓戰機那都已經是30-40年代以前的戰機。那當然地空的中長程導彈它都沒有，它現在唯一有的這種防空武器，大概就是短程的箭射型的防空武器，有他自己研發的，也有俄羅斯給他的柳樹型。那當然傳說中也有中国給他的紅鷹箭射型的這個彈道飛彈。但是為什麼光靠這些短程的這個防空武器它就可以獲取制空上面一定的這個戰果這確實是值得我們學習軍事的人去研究的。因為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它對抗的是這個世界制空的強權美軍居然到目前為止，如果說之前說42架，今天加這一架的話，等於43架的戰機已經被擊毀了。那伊朗憑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如果說美軍在伊朗方面就沒有辦法100%取得制空的優勢，那後續來講的話，它不太可能在這場戰爭之中可以獲得戰場上的一個勝利。好，在這一場的戰事當中，這種各種小波的攻勢當中，可以看出美伊之間的互不信任。還有呢，確實現在對於美軍來說壓力非常的大，因為都是這一些剛剛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這些高價的武器被打下來，包括了多架、數十架的 MQ-9死神無人機等等。那在此刻，我們也看到，其實呢，中東的海灣國家現在對於美國的信任度也在快速的下降當中。尤其我們要特別來看到，是因為川普呢這一次喊話的對象竟然是阿曼，一向都是在這個處理美伊斡旋的一個角色，而且跟美國過去的關係是良好的阿曼沒有想到川普在此刻發出了一個警告，他說呢，要求阿曼不要去介入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否則話說得很重，他說就會被美國給炸毀。這話一出，當然了，這些海灣國家聽在耳裡更是緊張了。但是呢，在此刻，竟然我們看到川普還是繼續的推動
亞伯拉罕協議，要希望這一些中東國家跟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當然了，這些國家立刻做出了反應，包括了巴基斯坦拒絕之外，沙烏地阿拉伯也是說呢，除非巴勒斯坦建國，要不然他也不願意加入。所以看到整個阿拉伯國家的態度都開始出現了明顯的鬆動。接下來海灣國家還會願意綁定美國的這些軍事基地啊什麼的在他們當地嗎？還是會開始向中國大陸來靠攏？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海灣國家在產生變化，這是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問題啊。過去是海灣國家的遜尼派跟什葉派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有宗派之間的仇恨跟鬥爭啊。所以對於海灣國家來說，他們對於伊朗是恐懼的，是畏懼的，所以他們需要美國提供給他們一個安全保障。那他們怎麼樣讓美國願意提供給他們安全保障？他們當然就付出很高的代價，向美國購買龐大的軍事武器裝備，然後讓美國在他們的國家內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這個好像跟台灣很像，就是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在裡面，讓美國駐紮在那個地方。然後再加上他們在石油上，他們跟美元掛鈎，來幫助美元國際化。所以他們等於是付出龐大的代價，來換取美國對他們的安全承諾、安全保障。結果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的開戰中，也就是說，美國發動了對伊朗的不正義之戰，在國際上是被譴責的，在聯合國上是違反國際法的，所以它事實上是孤立的。也就是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在全世界，美國跟以色列是被批判的，包括美國的盟國、傳統的盟國、歐洲的所有的國家都不敢跟美國站隊。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們看到海灣國家。因為在過去讓美國在那個地方設軍事基地，讓美軍駐紮，讓美軍可以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對伊朗進行攻擊，而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因為伊朗完全有正當性。為什麼？因為按照戰爭法的規定，你可以對源頭進行打擊。也就是說，當美國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攻打伊朗的時候，伊朗就順理成章可以對於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美軍的軍事基地進行攻擊，而且也可以提供給美國的這一些援助的國家進行攻擊。是，所以這樣的情形使這些海灣國家，特別是這個阿聯酋，它本身受到的攻擊是最激烈的，受到的傷害是最激烈的。但是不管從卡達、巴林、科威特、阿聯酋，甚至沙特阿拉伯這5個國家，他們竟然發現，美國非但沒有保護他們，沒有提供他們安全的維護，美國把主要的力量用在保護以色列。那這個對於他們來說的話，他們覺得很錯愕。也就是說，我提供這麼多的錢，提供這麼多的犧牲，我甚至我用我的美元跟你，我用我的石油跟你美元掛鈎。結果我完全換不來你對我的安全保障，結果我反而遭到這樣的一個攻擊。那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當然想法在改變了。這個在戰爭的過程中都已經產生了激烈的變化。第二個就是大陸成功的把什葉派跟遜尼派的磨合，也就是減少他們的矛盾跟衝擊跟過去的仇恨。所以當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握手的時候，其實很多海灣國家，除了阿聯酋以外，少數的國家，絕大部分的國家都緩和了跟伊朗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們對美國的安全的需求跟保護也沒那麼高了。這樣子一個相互疊加下來的話，你想是不是產生了質的變化了？所以卡達率先的說，戰後他們在考慮是不是讓美國重返卡達。卡達如果這樣做，那阿聯酋如果也這樣做的話，伊朗在美軍在海灣國家能夠在使用的軍事基地就變很少了。可是問題就在於海灣國家，那它的武器裝備怎麼辦？過去使用的都是美式的武器裝備，跟少部分的歐洲的軍事裝備。那未來很有可能會採用巴基斯坦的模式，也就是海灣國家出錢，向中國大陸買武器裝備，交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訓練出他們的軍隊來幫他們的
成為他們的傭兵來保護他們的國家，這不是就是三全其美的一個做法嗎？對美國反而是最不利的。好，我們看到這一場戰事，現在呢也因為現在看到整個地缘政治的變化，海灣國家对於美國的態度已經開始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一個轉變哦，是為求自保，他們已經開始改變自己原本的這個態度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對於川普的不信任度，除了來自於海灣國家之外，包括美國自己的人民也非常的不信任川普，而且呢，最新的民調，美國的社會整體是非常厭戰的，不管是多家媒體。現在看出來的民調都是顯示如此哦。我們先來看到最新的一個民調是福斯新聞，他說60%的民眾支持限期，趕快結束這一場戰事吧。然後呢，《紐約時報》有一半的人主張立刻停火，華郵65%說不信任美國有能力可以阻止伊朗擁核這件事情，只有22%認為戰爭可以摧毀伊朗的核計劃。英國學者也說呢，現在美國進入了麻煩期哦，短期戰爭的謬誤當中。以為說靠着這一些高科技AI 的火力可以快速的解決這場戰爭，結果現在自己難以抽身了。聶老師怎麼看 ？OK， 我覺得短期戰爭啊，這個 short run 的這個 war， 他認為這個謬誤呢，原因產生只有一個啦。川普這個人，他的狂妄、自信、自大，然後沒有周密嚴密的一個事前計劃嘛。我覺得這就是他的謬誤啊。其實當時他在要攻的時候。那個五角大廈都不認為現在該攻，因為你還沒有完整計劃你就攻了。川普只是用他過去1987年裡面書所寫的攻擊再攻擊。當我要你投降，我跟你在談判桌上談的4個東西，你竟然好像每一個都不想答應，我就先打你，打到嚇到你以後，你就會接受啦。他以為這樣一下就打倒了，那時候還喊最多4天。請問現在已經幾天了？快近100天了嘞，已經90天了。我先一個重點，當時4個重點是什麼東西呢？他幾乎都沒拿到。你知道，今天其實有一個訊息說，他們要簽一個和平協議，是一個臨時的和平協議的草案的暫定版，臨時哦，又草案哦，又暫定。請問你覺得他們結束了嗎？之前講說已經達到95%可能和談了。我跟你講，現在已經不叫戰爭，就是和談，到底要不要談？我覺得談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因為伊朗知道美國你這個川普是不可信。我們所提的東西，包括第一個，你不要再打我們。川普可以說我不打了，可是我要國際保證，西方世界盟友都要保證。你知道，他也去游說了歐洲國家。我跟你講啊，他們不相信川普，因為講了川普講，將來還是會打我。你看這幾天不是一樣嗎？他沒有辦法簽下去啊，不是伊朗的問題，是川普的個性讓他們不敢簽。第2、第3、第4都跟錢有關嘛，不管是經濟的制裁的鬆綁，或者是這個資產的解凍，有沒有？當然這有可能資產解凍，那經濟美國也不會把它鬆綁。最後一個就是要賠償，當然這個讓川普非常火了哈。那不管怎麼說，所以伊朗不能讓，他就不讓嘛。可是美國呢，消耗戰這不對稱打得這麼嚴重，他不能不讓，他必須讓啊。那這時候川普怎麼辦？他必須找下台階。川普就也很可憐啊。大家問他說：“你在不在乎期中選舉？”我不在乎。我跟你講啊。感情事件最敏感的事件，當你很喜歡一個女的時候，你在不在她的心裡？我根本不在乎，心裡每天都在想，很在乎，你知道嗎？越說不在乎，越在乎。這此地無銀三百兩，他很在乎。現在問題就來了，說他怎麼辦？剛剛講到出現謬誤，現在有很多人在形容他已經出現2個最大的致命傷。哪2個致命錯誤？第一個就是事前他未獲民眾支持，就做了一個所謂缺乏攻擊的明確事由就攻了，這個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第2個呢是缺乏清晰的退場計劃。現在他無法退場，他又要面子又要裡子，這個問題大了。他只能用他過去的幾招，怎麼說呢？不認錯，死不認錯嘛，永不認輸。他只能這樣啊。他有幾招可以用，全部推給前總統。這些時候累積的都是以前總統造成的，諸如此類。或者他反正就是避重就輕，他永遠說：“哎呀，我沒有輸，你知道嗎？”他輸了也說：“哎呀，我讓只是因為什麼某原因啊，為了怎麼樣。”然後呢，他耗不起的，他絕對不講。最後一個呢，他一定會一直強調，你看伊朗還是被我打到很多地方啊，打這麼一個穿着皮鞋，原來財大氣粗的，只不過攻擊了人家部分地方，當然對方這損失慘重，你就一直拿人家損失慘重來給自己家下台階，這是他可憐的地方。因此大家明眼都看清楚，川普現在要下台還蠻可憐的，他還面臨到了現在荷蘭海峽造成的石油的問題，產生通膨的問題，產生經濟的下跌，其中選舉，你覺得他在不在乎？他心裡很在乎，表面說我不在乎 ，I don't care。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